为乌克兰人民牺牲的英雄马克西姆。当他的战机被俄军炮火击中，机身剧烈震颤，高度急速下降，警报声尖锐刺耳。在这种状况下，马克西姆可以选择活着，他只要按下弹射按钮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地面上是万家灯火，是手无寸铁的平民。马克西姆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失控的战机坠入居民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弃了自己生还的唯一希望，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拉住操纵杆，将冒着浓烟和烈火的战机奋力引向无人的郊外。他成功了，居民区安然无恙，但他自己却伴随着一声巨响，与心爱的战机一同化作了照亮黑暗的永恒火焰。马克西姆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忠诚，用鲜血书写了何为大爱。他的牺牲换来了无数人的平安，而现在后来者正继续守护乌克兰的天空和人民。在乌南战场，俄乌双方从空中到地面的交火一直不燃。RBC 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空军在8月20日再次对扎波罗热的米尔内一带发动了打击。这一次，乌军如往常一样出动米格29，并和地面的无人机部队联合作战。在提前完成侦察部署后，无人机系统将俄军的目标发送给了空军，后者旋即发射了制导炸弹进行打击。前线流出的视频显示，米格29战机在爬升后于空中予以猛烈袭击，俄军防空阵地来不及反应就被击中，升腾起了巨大蘑菇云。据悉，这也是不到24小时内乌军对扎波罗热发起的第2轮攻势。此前一天，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才刚打掉托克马克附近的俄军燃料列车。从最新传出的照片看，这辆火车运载的能源规模相当大，爆炸引起的火灾程度更是不小。俄军在南部的能源补给正日益被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此地战斗之激烈。话音未落，乌军还突袭了更南部赫尔松的俄军军营，乌军无人机一把火将其烧得干干净净。而且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则如此前分析的那样，正继续对左岸的俄控区展开破坏行动。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乌军第37海军陆战旅已完全控制了第聂伯河左岸的克林基镇。若消息得到证实，即可说明乌军已悄然发起了乌南收复战。乌东战场库皮扬斯克东部的战线，乌军坦克还上演了一出单骑闯关。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这辆坦克在面对俄军5个火力点的情况下，仍然突破了阵地防线，并近距离摧毁了俄军的仓库。画面中，俄军的控制区突然冒起了强烈的火光，很可能是被点燃了仓库内的弹药，引起了2次爆炸。与此同时，乌军第12亚速旅还在托列茨克战场的卡连杰尼夫卡村击退俄军机械化进攻后，乘胜追击夺回市区部分街道，目前又打回了托列茨克。而俄国防部则通报说，已趁着乌军将主力调往红军村，俄军攻入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区。俄电报频道则发布消息称，俄军推进到了君士坦丁诺夫卡南郊，只是该消息尚未得到相关权威机构和乌方的确认。红军村方向，其余城区内的俄军渗透小组已被全部清除，各个防线被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东北部的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其战事也已告一段落。诺尔报告报道称，乌军正继续在库切里夫亚尔和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清理俄军的据点，目前已有数个据点被夺回，解放了大约 15.3 平方公里。而且随着乌军第12和79旅收复库切里夫亚尔村，此前被围的170余名俄军目前已确认被歼灭。从最新发布的战役地图不难看出，俄军在此地的突出部已陷入包围，目前岌岌可危。仅有的 2.5 公里宽逃生通道也被乌军炮火和无人机牢牢封锁，俄军想要救援难度很大。据统计，乌军通过此轮反击，已将最初突进的俄军4个营2000余人中1160人被当场打死，475人伤残，70余人被俘，损失极其惨重。相较之下，乌军在这场反击战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如乌军第93旅投入了70余台战斗机器人参战，效果拔群。被俘俄军都表示，面对不知疲倦的冷血机器，他们充满了无力感。总之，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击，乌军渐渐稳固了此地的局势，并从各地调来了数支精锐部队。红军村局势已经稳定。而俄军方面，战争研究所援引马绍维茨的报告称，其第51摩托化步兵旅在多布罗皮利亚的渗透行动似乎得到了多达1个半营的预备役部队的增援。现在俄军指挥部正紧急调派人员和物资赶赴此地，可见俄军并没有放弃渗透行动。红军村今后还将迎来恶战。先帕夫利夫卡方向，乌总参刚刚通报称，乌军第425突击团已将俄军击退，约有 13.2 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已被解放，目前正向特洛伊茨克推进。除一线战果颇丰外，乌军还出动无人机远程打击了俄军后方和大后方的各大设施。8
8月20日，乌军发射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了包括莫斯科、罗斯托夫、布良斯克乃至高加索地区、阿迪格在内的至少10个地区，就连克里米亚的多个俄军目标都未能逃过打击，发生了爆炸。详细损失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仅有的消息就已显示，乌军这个月的袭击已经导致俄罗斯关闭了至少7个大型炼油厂，损失了13%的炼油产能。基辅方面评估表示，仅2025年，乌军无人机袭击就造成俄罗斯至少741亿美元的损失，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另外，此前提到的乌军对能源系统的打击，正导致其发生汽油危机。现在有了新消息，据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俄罗斯的汽油危机已蔓延至俄战区，如在克里米亚，甚至连最大的连锁加油站都无法提供足够的95和92号汽油。在乌军重启对俄战略能源设施的空袭后，效果如何已是一目了然。现在的重点是乌克兰何时会在远程打击中加入导弹的饱和攻势。不久前，基辅才刚宣布，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导弹已经量产，火力军对此还是很期待的。另一方面，俄军对乌克兰的轰炸也没有停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再遭破坏。同样是8月20日，俄罗斯发射93架无人机、2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击落了其中62架无人机和1枚导弹。但敖德萨港口、苏梅、哈尔科夫等多地居民楼、能源设施被击中，造成巨大损失。不过，乌克兰全局也披露了一项新的数据，那就是自蛛网行动后，俄空天军发射的导弹数量减少了一半，称俄军现在的袭击以无人机为主，仅存的俄军轰炸机平时也被迫转移至更遥远的后方，害怕再遭到一次蛛网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2次俄军对乌克兰攻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俄军无人机再次无端闯入北约国家境内。甚至有消息称，不仅是无人机，还有俄军火箭弹，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据默氏新闻报道，8月20日，疑似俄军的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波兰东部的奥西尼，当地随即传出至少3起爆炸声，多栋住宅楼门窗严重受损。波兰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了烧焦的金属和塑料碎片。截至目前，尚没有人员伤亡的数据传出。对于该袭击事件，一些军事频道甚至表示，袭击是由火箭弹完成的。但截至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发表任何声明，而波兰军方也则否认遭遇袭击，声称发现的不明物体可能是旧发动机部件。如波兰司令部发布通报称，根据初步调查显示，在奥西尼出现的应该是带螺旋桨的老旧发动机。波兰军方同时表示，自8月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防空部队并未记录到空袭发生，不过详细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和确认。作为和俄乌两国都接壤的波兰，其本身也是北约成员。爆炸发生的地点奥西尼距离波兰首都华沙也不过110公里，离卢布林更是只有50公里，这2个可都是波兰的主要城市啊！这也不怪一些军事频道对此事敏感。更何况在前一天，乌军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经让波兰国防部启动了防空程序，并紧急升空波兰和盟国的战机，预防打击。此次事件再次证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其后果已直接延伸至北约的集体安全。但话又说回来，自俄乌开战以来，已经有多架俄军无人机无故闯入北约成员国的领空，这可能也是俄军试探北约的一种举动。为了提防俄罗斯，尤其是在俄乌和谈前景未定的背景下，欧洲的重新武装正不断推进。综合自由时报和图片报报道，德国政府19日宣布一项长达17年的建军计划，宣布自今年起至2041年将投入3550亿欧元采购各式先进武器，从而打造一支欧洲最强军队。报道称，其中有700亿会用在补充武器弹药上，另有520亿生产坦克装甲车，360亿购置海军潜艇，空军的花费也超过了340亿，包括添置 F-35战机和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还有40亿的防空系统经费等。实际上，自德国总理梅尔茨上任以来，柏林就已经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费预算。德国的重新觉醒是俄乌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之一。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最大的援乌国。按照德国原有的军工体系，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并不难。而一旦德国战争机器启动，连锁反应恐怕是更为剧烈的。而事实证明，德国的未雨绸缪并非杞人忧天。稍早时候，德国的卡塞尔就发生纵火事件，德军所属的4辆军车被烧毁。目前，德国安全部门已经发起针对性调查。今年6月，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的 MAN 卡车也在埃尔福特被烧毁。虽然火力军不想多想，但莱茵公司也在乌克兰境内开设了工厂，正直接就地为前线的乌军提供装备。如今不止德国，欧洲整体上都在加强军事部署，特别是在美国计划撤军后，他们必须打造自己的防御体系。英法德更是在前段时间商议了核武器的共享问题。此外，为了提防俄罗斯，北约还将于周3召开乌克兰问题的专项会议。据彭博社的消息称，
美国将军丹·凯恩也将通过视频方式远程参会，各成员国参谋长将就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制定对策。对此，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对战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欧洲大陆安全将成为峰会的重点。那安全保障进展如何了？面对美乌欧商讨的对欧安全保障，8月20日，俄新社援引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应该由安理会五常提供，且俄罗斯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其本身也应该提供这样的保证。他称，若是没有俄罗斯参与，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这可真是讽刺了。一个入侵国要为被入侵国提供保障，怕不是想安排部队直接深入乌克兰腹地吧？说白了，俄罗斯还是想主导和谈，并拒绝北约部队进驻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知道，一旦北约部队进驻，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下整个乌克兰了。至于俄乌领导人会晤地点，俄罗斯提议在莫斯科，意大利、乌克兰则倾向于在罗马或梵蒂冈，法国倾向于在日内瓦，特朗普倾向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但在这些选项中，波兰总理图斯克8月20日在社交媒体上强烈反对在布达佩斯举行会晤。图斯克认为，会晤与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联系起来，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当时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以换取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可如今呢？除了乌克兰尽了义务，剩下的3个签署国都食言了。英国做的也不够多，俄罗斯直接武力侵略，美国左右摇摆。如今特朗普更是提出在布达佩斯会晤，属实有些恶心人。即便在布达佩斯谈得很好，再签个备忘录，最后不遵守，那还不是废纸一张吗？那特朗普选择在布达佩斯举行会晤，会不会是故意的？如果泽连斯基不参与，就把拒绝和平责任推给泽连斯基；如果泽连斯基参与，即使达成某些协议，也不会遵守。最后结果如何，还是让我们静静等待吧。综合彭博社等多方消息，8月20日，尽管面临50%的关税和美国批评，但在巨大收益面前，印度国有炼油厂仍恢复了购买俄罗斯石油。报道援引知情贸易商表示，印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等加工商在过去2天购买了多批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将于9月至10月交付。而这个巨大利益，据悉是俄罗斯将乌拉尔原油折扣从每桶1美元提高到2.5美元，这才促使印度与俄罗斯达成新的交易。再加上自2022年2月以来，印度将俄罗斯石油进口量从1%增至42%，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洛马的子公司赛考斯基整了一个大活，其在20日宣布，美国陆军现已授予一纸先期技术合约，大约4300万美元，来为旗下的黑鹰直升机队进行一次最新的现代化升级。不仅要强化机体结构，还将为其实施数字化网络、无人机发射模块的改装工程，从而强化联合作战和新兴装备运用能力。洛马指出，黑鹰直升机过去数年已多次验证空射无人机的部署可行性，此次升级将使该能力实战化，投入战备序列。此外 ，MBSE 与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的整合，也将为黑鹰机队带来更有效率的后勤维护环境，并将简化后续航电软件等技术支持服务，从而加速整体现代化，以应对新兴的战场威胁。根据规划，黑鹰直升机队在完成上述升级后，未来将还计划导入由 AI 技术辅助的飞航控制系统，有效降低飞行员的工作负荷，增进任务效率和飞行安全。马来西亚皇家空军21日证实，一架 FA-18D 战机晚间在苏丹阿莫沙机场起飞时发生事故，飞机起飞拉升时，疑似发动机撞击地面，随即出现异常火花。机上飞行员和武器系统官成功弹射逃生后，飞机随即炸成火球。目前，社区媒体上流传着目击者影片捕捉到爆炸声响和火光。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则报道了一段现场画面，这架大黄蜂从跑道起飞，影片17秒处，机身突然爆出明亮的火光，随后机身就遭火焰包围。此时仍可看到机尾拖曳火花，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如今，马来西亚的 F-18 机队仅剩7架了。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马来西亚1993年以16亿令吉的价格引进8架 FA-18D 战斗机，2011年以7200万美元升级，这也是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引进8架 FA-18D 以来罕见的重大事故。FA-18D 是美国麦道公司开发的双座多用途攻击战斗机，为 FA-18 系列的训练与作战版本，主要供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及盟国空军使用。自1980年代问世以来， FA-18D 以其卓越的空对空与空对地能力闻名，机翼长约17米，高约 4.66 米，翼展约11.43米，空重约11吨，最大起飞重量约为23吨。其采用2具起翼 F-404 机翼402涡轮发动机
武器配置灵活，可携带包括 AM9 响尾蛇导弹、A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各种炸弹，配备先进雷达与电子战系统，也能够在航母上起降。乌克兰刚完成火烈鸟测试，印度也卡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完成了新导弹的试射，且射程几乎囊括整个亚洲。据印度国防部表示，印军20日在该国东部奥利萨邦顺利完成烈火5弹道导弹试射，并强调此属例行训练一环，旨在验证所有操作流程、作战与技术参数，以确保导弹能有效运作，在关键时刻可精确打击目标。报道称，印度的烈火系列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自主研发，是该国近20年来积极研发的多款中长程导弹系统之一。其中最新型的烈火5不仅可携带传统弹头与投射核武，射程更逾5000公里，已逼近洲际弹道导弹标准。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军对加沙城的进攻机会是否会顺利进行？俄乌是否能顺利会晤？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